好吵，好热！我不是刚熬夜给病人做手术吗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难道我穿越了？魂穿到了1976年，一个同名同姓的女孩身上。月月，下次你再这样，我也救不了你。阿芷怎么说也是你妹妹，明知道她芒果过敏，你还哄她吃，想害死她吗？妈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就是忘记了。你是我生的，什么心思会不知道？黄局长的儿子看上你妹妹高中毕业，想上门提亲，你强插一脚抢了这门亲事。原来是芒果过敏，难怪浑身都痒。黄局长的儿子抢亲事。妈，他高中毕业下乡当知青，你还能让小姨夫给他安排当小学老师，而我如果下乡，肯定只能去干农活。好了好了，你是我生的第一个孩子，我当然会为你谋划，不然也不会把下乡的名额换成阿芝。但你不该这么做，让你爸和爷爷奶奶知道了，肯定饶不了你。我知道错了，害死人，哭2声就行了。这偏心真是偏到嘎吱窝了。阿芷长得像他奶奶，我怎么也喜欢不起来。月月，黄局长的儿子真被你拿下了？当然，妈，你明天就把小妹送上火车，别让她看到。明天就要下乡，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走了。下乡的事改不了，但这笔账必须算清楚。阿芷为什么要下乡？老秦给他找的供销社工作，怎么就成明月的了？真是鬼迷心窍！为了陈明月这个妓女，我好不容易搭上的黄局长的人脉，现在全毁了。说不说？黄局长的儿子看上月月了，我想着这样，不如让阿芷下乡，供销社的工作就给月月。黄局长就算知道，也不会说什么。苏白芷什么都有，我样样不如。这门亲事我抢定了。是你故意给阿芷吃芒果，让她过敏，自己去跟黄局长的儿子相亲了。奶奶，我没有。妈，你别污蔑孩子，都是我的主意。阿芷不知道自己芒果过敏，才不小心误吃的。友谊商店前台的工作也泡汤了，这么好的机会。小小年纪心思就这么歹毒，苏家容不下这样的人。阿芷，身体好点了没？别怕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奶奶一定会给你做主。奶奶，这就是家人的感觉吗？上一世当孤儿，我没体会过。这丫头最贴心，我说几句软话，这事儿肯定就过去了。扮柔弱谁不会？会哭的孩子有奶喝。上一世在孤儿院，这可是我的第1堂课。阿芷，芒果是你自己要吃的吧？姐姐让我吃的，她说我小时候过敏，长大了就不会过敏的。陈明月，你还不承认？哎呦！爸，我错了。孩子能抢亲，是你这个做妈的给的胆子，不然下乡的名额也不会换成阿芝，家里的户口本明月拿不到。阿华，明月这孩子嫁出去就别回来了，我们也不需要她尽孝。你这个做继父的已经算尽到责任了。还有，你给阿芷1000块，下乡后让她住在你妹妹家，每个月给她寄20斤细粮。妈，我们哪有这么多钱？我一会儿就给她，现在给。白眼狼，跟他奶奶一个鼻孔出气，明天就送他走，眼不见为净。孩子，别怪你妈，她也不容易，到了乡下要保护好自己。快上车吧，我一会儿还得赶回医院上班。奶奶把2000块私房钱都给了我，但我没拿，留了纸条放回去了。这份亲情我会记在心里。下乡也好，正好可以去找我的博士导师傅静雯。小姑娘，下乡当知青啊，怎么就带一个包，拿着路上吃？谢谢，我不吃。看不起农村人，还不是得去农村当知青？傲气什么？这孩子才1岁左右，吃瓜子太危险了。哎呀，宝宝，快吐出来，快吐出来！哎呀，我没给他吃，他自己抓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孩子翻白眼了，快找乘务员，孩子可能被瓜子卡到气管了。别慌。哎，真是可怜啊！我们村儿就有孩子是被糖卡喉咙死的。你闭嘴！咳出来，快！
你。小姑娘，你是学医的？不是，我家人是医生，我姓苏，叫苏婉，你叫我苏婶就行。这是我的介绍信。同志你好。你好。跟我来吧。小子，我们在这儿。五官深邃，长得还挺妖孽。小姑娘，等等，谢谢你救了我家小宝。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，尽管来找我。我住军区家属院，就在罗河村旁边。小姨，你是？小姨，是我奶奶给我脸上敷了药。哎，是阿芷，哎，快上车，天黑了不好赶路。阿芷，之前你妈说来的是你姐，怎么突然换成你了？你爷爷奶奶没意见？大壮，我们村的棉花苗有点不对劲啊。不止你们村，我们村的苗叶子下面也附了很多虫卵，真到天热的时候，怕撒药水都来不及了。我们村已经喷了1次药，没用，还越来越多。今年要是没收成，明年得闹饥荒。看来乡下的日子也不好过啊。阿芷，快跟我说说怎么回事。小姨，事情是这样的。那丫头真是太不像话了，都是你妈惯坏的。哎，阿芷，你是高中毕业吧？行了，小学有给老师住的房子，倒是你住老师宿舍，正好有个伴儿。我家里3个男娃不方便让你住，但你别怕，你有事儿我肯定会管。放假就回小姨家吃饭，这是你表哥的房间，今晚你暂时住这儿，他去城里念高中，周末才回来。被子枕头我都换过了。谢谢小姨，以后就麻烦你了。傻孩子，跟小姨还客气啥？表哥很想当兵吗？小姨不让我进厨房，反而逼着2个小表弟学做饭，说是要培养男孩子的独立性，怕他们以后娶不到老婆。比起我那个妈，我更喜欢小姨。等小学老师的工作落实，就得想办法赚钱了。我还有钱有票，但不能坐吃山空，得去废品站找高中课本，提前复习，考军区医学院，以后当个军医。上辈子太累了，这辈子该躺平就躺平。青秋，明天的老师考核你有把握吗？没把握，我平常看的都是闲书。装什么清高？听说村支书内定了一个老师名额，那个人也是下乡知青，是村支书的亲戚，只有初中毕业。初中毕业还想跟我们抢？他要是真入选，我们就集体举报，大不了得罪村支书。没错。只要他们闹起来，我就有机会。我最近都躲在屋里复习，肯定能过。小姨夫跟我说过，既然是亲戚就要避嫌，所以他只帮我报了名，能不能选上全看能力。白薇98分，苏白芷95分，阮清秋95分，宋明94分，90分以上的就这4个了，低于90分的不能参加试课。刚刚念了名字的4位已经抽签选好了试课内容，给你们半个小时准备，一会儿到隔壁教室试课。上一世我的主业是外科医生，兼职是个漫画家，可惜我抽到了音乐，待会儿教什么曲子好呢？你好，我叫白薇，刚下乡的知青。你好，我是苏白芷，跟你同一批的。你是村支书的亲戚吗？上来就打听隐私，准没好事。看来他提前调查过我，一会儿要是我通过了，恐怕还有麻烦。幸好我在试卷上留了个记号。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青秋真厉害，他这次肯定过了。他可能憋着什么坏。我的教案，他怎么会有我准备的几何体？他偷了我的教案！阮志清，他是不是偷了你的教案？无耻小人！这首歌是致敬守在边境线的无名英雄，没有他们的坚守，就没有我们的安宁和平生活。好激昂的战歌，这女孩怎么有些眼熟啊？看来高校长今天没空，我们明天再来吧。感谢宋明和白薇同志参加考核。经过我们讨论，决定录用阮清秋和苏白芷2位同志。
高校长，我要举报。苏白尺的学历造假，他只有初中毕业证。高校长，这次考核不是要求必须高中毕业吗？对啊，如果初中毕业能报名，那我们也能参加考核。我听说过学历造假的，在高中读1年，再找关系拿毕业证。苏白芷，你的毕业证拿来了吗？我们入职前要审核的。举报我，其实是想举报我小姨夫吧？难怪昨晚就属白薇叫的最欢，原来白薇是故意煽动我们。妈的，白薇好阴险啊！你好，我叫阮清秋，苏白芷。医学系统绑定成功，开启初始模式。喂，你到底绑定了没？小爷的系统可是末世最厉害的发明。谁在说话？别看了，就是我。这宿主怎么是个傻子？你才是傻子，你全家都是傻子。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狂犬疫苗打？被白猫抓伤死了，比窦娥还冤。我不是畜兽。别以为会说人话就不是猫了。女人，好好看看我们末世的伟大发明，就知道自己有多蠢了。你们末世挺穷的，连1粒米都没给我留下。被我吃完了。所以你再不绑定宿主，就会被饿死。吃鱼还是吃肉？肉。行，一会儿去国营饭店买肉给你吃。营长，你已经促成3对新人了，多我一个怎么了？你当我是媒婆？他们替我去相亲，为了给我媒婆红包，够拼的。那下次我也替你去。下次再说。娶媳妇儿有什么好？你们训练时有这么积极，也不会每次都被我打趴下了。趁人以后祝孤生吧。好吃。想抢走原主的工作，门儿都没有。你会杀鸡吗？疯女人，用手术刀杀鸡，你怎么不用激光仪拔1毛啊？好主意。这个疯女人不会用激光仪拔我的毛吧？阿芝回来啦！小姨，今晚吃肉。快进屋说。听说今天考核不顺利，已经考过了，明天上课。今晚我就搬去小学的宿舍。行，锅碗瓢盆我给你准备了一些，不够咱们再去买。你这丫头，下次去街上要等我一起。你在宁城也吃这个菜，我还以为你们城里人不吃这些。城里人以前也是农村人，现在还得靠农村人种粮食养着，大家都一样。胡说！我奶奶说了，城里人就是高人一等。我努力读书，就为了以后要当城里人。少抽！我送你读书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的，我看看你就是皮痒痒了。以后表姐就是你们小学老师了，对老师该怎么样？
苏老师好，帮表姐一个忙，给我拎行李，表姐请你吃糖。好嘞。老罗，这样下去，这片棉花地都会被蚜虫传染，别说产量了，估计到不了秋天就死光了。老罗，我们这些人里就你文化程度高，这事儿拖不得，得让上面重视才行啊。明天我再去一趟县政府，不行，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爸，表姐做的菜真香，我们以前吃的都是猪食吧？你敢当着你妈的面再说一次？阿芷，虽然你是老师，但放假的时候也要到地里干活，到时跟着二虎去捡麦穗就行。唉，村里的棉花地虫患，你小姨夫心烦，不是冲着你。村里没有治虫的法子吗？有是有，就是不管用。那些棉芽卵就像扎根了一样，除了又长，除了又长。棉芽虫，我记得导师的论文里提到过几种防治方法，或许可以试试。你妈真是个黑心肝，这么好的女儿还舍得送乡下。阿芷，把这里当自己家，小姨把你当亲女儿疼。小姨，表弟们听到会吃醋的。那两个臭小子，除了喊饿，整天跑出去疯玩，啥也不是。大伯母，我妈要生了，流了好多血，接生婆去七大村了，不在家。别哭了，我现在就过去看看。小桃，去厨房烧水，越多越好。阿芷，你怎么也跟过来了？这里，小姨，我从小跟我奶奶学习，能帮点忙。好。系统，帮我扫描一下孕妇。嫂子，我感觉不对劲儿。系统扫描的结果出来了，双胎，胎位不正，大出血前兆，必须立刻处理。胎位不正，我怀疑是双胞胎，得去医院。来不及了。我前世虽然主修外科，但跟着导师也学了针灸。阿芷，你会医术？这……小姨，交给你了，擦干净就行，它很健康。含住，一会儿按我说的用力。产后大出血风险很高。忍忍。白芷，我在。谢谢姐姐，快起来，你妈妈和两个弟弟都没事。这是一点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。阿芷，在村里别让人知道你会医术，容易被人举报。我跟娟子说好了，让她别往外传。小姨，红包就算了，别推了。今晚你算救了他们母子3人的命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这孩子的医术太逆天了，但是处理2个孩子肚脐眼的手法，大医院的医生都做不到，这事连他爸都不能说。阮青秋，我回来了。丁，获取100积分，解锁空间商城。白小爷，你怎么练也不会有肌肉，白费功夫。小爷愿意。哼，这些如果都能解锁，以后就方便多了。我想想，上一世导师提过的几种防治棉匣虫的方法，我先写了下来，说不定能帮上忙。谁写的？阿芷昨晚写的，说是以前在报纸上无意中看到的，让你试试看。好像大西北那边就是用这些方法除棉衣儿虫的。这说不定真能行。今晚我可能不回来，得去一趟县城。大伯母，我奶奶煮的红鸡蛋，她让我给苏老师送去。好好学习，以后像苏老师一样。唉，这虫害越来越严重了。可不是，不然也不会连学校停学，我们也都过来干活。我以前喜欢洋蛇，只是现在没条件。阮青秋看着白白净净的，下手怎么这么狠辣？没事还喜欢养蛇，怪瘆人的。苏知清，你不喜欢养蛇吧？我给你介绍个俊俏的小伙子。可以啊，
不过那小伙子扛揍吗？我心情不好，喜欢揍人，因为这个才被家里人送下乡的。我再问问，有合适的肯定给你介绍。过了今天，咱俩的名声算毁了。一个性情古怪，一个是暴力狂。阿芷，快过来，让你表哥背药桶跟着。大虎，这是你表妹苏白芷，旁边的是阮知青。表哥，好久不见。药水是有效的，但不一定来得及。表哥，你的班主任是不是校领导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傻小子，这都听不出来吗？阿芷明显是在打去罗振军有领导派头。今天的药白打了。小姨夫没有用我给的方法，照现在的情况，这批棉花苗基本要毁了。不行，不能让那些人回去，不然边境以后别想安宁了。2号执行命令，3号、5号跟我走，其他人原路返回，4号负责断后。走。苏小白，小爷要吃肉。白小爷，安分点儿，我现在就去打野鸡。启动生物扫描。哼，我要吃一整只鸡。你用新开启的空间厨房一体机处理。啊，空间什么时候多了厨房？积分累积到一定值，就不会只是简陋的休息室了，所以你要继续努力了。低调点儿，这里靠近军区，容易被盯上。收获满满。这野鸡也太多了。我放了药气，他们都是闻着味儿过来的。杀气是你们的军人，他中弹了，再不取丹消炎，他很快会死的。发现救治病人，救治成功可获1000积分。陆北岩了，送到城里也救不了。唉，救人要紧。这身材真不错，难怪你看呆了。患者面前无性别，我只是一时走神，先取子弹，有机器辅助，可以最大程度避免伤到神经和血管。终于取出来了。咦，难道是我的错觉吗？全麻状态下，陆北仙不可能醒的呀。队长做的标记一直在附近，他肯定在这里，我都闻到血腥味了。不对劲，我总感觉有人在盯着我们。不愧是特战队的，这第六感真敏锐。是队长？哎，陆北燕的伤谁包扎的？现在没时间理会这些细节，赶紧带队长撤。伤得那么重，不可能跑远，在附近找找。不好，有情况！你终于回来了，听说山上混进了对面的探子，校长让你去办公室开会。还有就是关于3声教育的教案，大家也要尽快准备一下。辛苦大家了。珍爱生命，学会保护自己，学会生存。看到写有这种字符的食物不能吃，拿着这种食物的人，你们要警惕。苏老师的教学总让人眼前一亮。你看操场旁那片地都是他带学生种的，我让人去宁城打听了，他高中时看了不少书，难怪懂得多。别听白雪那些谣言，说什么苏老师是特务。今年的强化还得靠苏老师，不然评比我们又是垫底。苏老师，我求你件事儿。陈主任，您说。我想拜托你画学校的强化，最好有一个主题是3声教育的。能者多劳，苏老师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如果我答应，是不是就不用干农活了？那当然，画完最少要1个月，你还可以找个帮手，材料学校全报销。行，那让阮老师跟我一起画，我们明天就去镇上买颜料。每次又去施肥，我都吐得昏天遁地，太难受了。林知青，
你这是？我结婚了，搬出知青点，沾沾福气。这就结婚了？你嫁给村里人了？蠢货，跟村里人结婚就是把自己埋进坑里，永世不得翻身。不是，我搬去旁边的部队家属院。什么？部队家属院？白知青，你要不去洗澡再过来？你要搬去部队家属院？我们已经领了证，在宁城简单办了酒。之前堂姐想给我介绍的就是部队的新营长，我没瞧上。嫁给部队的人，万一离婚不好离，我才不要一辈子待在这山旮旯里。挺好的，祝你们幸福。是啊，祝你们幸福，祝你们幸福。听说苏知青是你外甥女，我侄子在镇上当初中老师，让他们相一次，这斤肉就当相欠礼了。我什么时候答应相亲了？就你那被鸡啄一口都能躺3天的侄子，虚的都立不起来了吧？我呸！1斤肉就想跟我外甥女相看，滚！再胡说八道，我就去你家门口把你侄子得了脏病的事儿嚷嚷的全村都知道。估计是听说你外甥女会揍人才起的这心思。他家那侄子娶了2个老婆都被打跑了，家里人觉得找个能揍人的才扛揍。傻千刀的，呸！我好久不骂人，他真把我当病猫了。我外甥女才不会看上他侄子那样的。小姨，我看上谁了？阿芝，快坐下。小姨，是有人来给表哥提亲了？阿芝，你别急着找对象，你这模样在村里太惹眼了。我不急，政策时常变，说不定哪天我还能考大学呢。能考大学最好，女孩子结婚太早不好，容易碰到坏男人。你小姨夫脾气犟得跟头驴似的，那些治虫方法他根本没用，要不你劝劝他？没必要劝，我有更好的方法。野鸡哪儿来的？表哥，晚上我们一起去趟棉花地。我劝不动你爸，但喷药后的结果更有说服力。你想让我帮我喷你自制的药水？好，吃完饭我跟你去。这表哥藏得够深的，说不定以后能成真干部。大伯母，大伯让你去村办公室接电话。哎，白纸，走。阿玲，喂，明月快被她丈夫打死了，工作也丢了，要被送去下乡。你们公社那边还接收知青吗？你不是说明月找了什么局长儿子吗？怎么还家暴闹离婚了？没，他们就办了酒席，根本没领证。看来我那封信起作用了，不过这可不够。大姐，你当我们罗河村是收银所吗？现在收成不好，公社肯定不收知青了。那可以换吗？阿芷不是在乡下当老师了吗？让明月下乡把阿芷换回来。他心都偏到山沟沟里了，下乡快1个月，一个电话不打，一来电话就想委屈你，这算什么？大抢亲成功后，明知我芒果过敏，还哄我吃，我差点就没救过来。什么？陈明月对自己的妹妹都下黑手，这是谋杀！妈，我不回那个家了，你快给我再找工作，街道办到处找我，要送我下乡。供销社那边不去了，妈给你再找工作。那个畜生下这么重的手，报警吧！不能报警，要是查出我之前跟混混的丑事，我会被抓去农场改造的。我已经报警了，黄世仁现在就在警局，一会儿警察就过来。苏俊华，你疯了吗？你要想留在这个家，就把陈明月送走。我走行了吧？陈明月同志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爸妈，救我！我知道错了。听说了吗？这妓女跟小混混搞一起，才被黄局长儿子打的。苏家真倒霉，亲女儿被抢亲抢工作送下乡，他妈跟没事人一样。要不是知道阿芝是他生的，我都以为她是后妈了。我要再催一催老头子，得让京市那边快点动起来，不能让阿芝再受苦了。白纸，一会儿我想去一趟废品站。行，我们分开走，下午5点在邮政局门口集合。苏小白，我要吃肉。大娘，您知道黑市在哪儿吗？小姑娘，最近好像在抓什么人，你别去黑市了，那里危险。大娘，我主要是想去买些旧书。
我是小学老师，想买回去给孩子们读。走到那条巷子尽头，左拐就有一家旧书贩卖店。苏知青，宋知青，你也来县城？今天拉抽水机过来修，我顺便过来学习。子弹取出来了，而且没伤到血管。老傅，这缝合技术跟你的一样，是不是偷偷收徒了？好精湛的缝合技术，愈合后基本不留疤。倒真想见见给他做手术的人，这手法比我还高明。既然做过手术了，他怎么还没醒？深度睡眠更有益于恢复。我们翻了整座山，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人。山上的报警器可能是对方不小心碰到的。你真当按下山上报警器是无意的？能追到这边的人，会是没脑子的？那救小路的神秘人到底是谁呢？所以，我昏迷时闻到的馨香不是错觉。我们查到那个人被救了，而且还有人给他取了子弹。消息可靠吗？老大的枪法很准，枪应该打在靠近心脏的位置。可靠，我怀疑按下报警器的也是那个人。我们得找出他，说不定能治好老大的腿疾。谁？哼，苏小白，小爷帮你抓烂他们的脸！刚才没看清是谁扔的罐头，差点就吃花生米了。白芷，你可算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。听说现在城里不安全，我们早点回去吧。小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怎么没到家属院找我？上次的事还没谢谢你。那天我也是恰好遇到而已，方法我也是在书上看到的。姑娘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，在哪里当知青？我叫苏白芷，在罗河村的小学当老师。改天再找过去，邀请这姑娘到家里吃顿饭，表示感谢。白芷，你养的猫？你要是介意，我养在屋外，太可爱了，我可以抱它吗？可以，它很温顺的。刚才小爷还救了你，你转头就把我推到其他女人的怀抱。这些我要带去给导师，他的病这时可能已经发作了。手指像有千万只蚂蚁在咬，麻痒又痛。静雯，你就向上面举报我吧，这样他们就会帮你恢复名誉了。老师，别说了。我给他施针，外面有人保护你们，出问题您就喊一声。静雯的手出问题了，神经麻痹不是我能治的。现在稍微好点的中医都隐声埋名了，再耽搁下去，以后手就废了。这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说，比死还难受。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你现在还有什么？有小黄鱼吗？你怎么会这种缝合方法？多缝衣服自然就会了，不就是隐形缝合吗？村里会缝衣服的老人几乎都会。我爷爷奶奶是中医，爸爸是儿科医生。我还没下乡时看过您的报道，今天我是来拜师的。行，明天你过来，我考考你。拜师礼。故意录这一手，为的是半个月后的动乱。我能跟着师傅去临时医疗点了。阿芷，效果很好，才喷了2次，
棉芽虫就少了一半。这些方法是经过实践验证的，用的原料各家都有，还不影响棉花苗生长。表哥，明天早上你再带小姨夫过来看，比任何劝说都有用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对了，那2个特务怎么会知道有人给那个军人做了手术？是部队医院有内鬼，还是有人故意透露消息？队长，这些都是按照你的意思，我瞒着秦团长查的。我也没想到能查出这么多东西。哼，狐狸尾巴藏得这么严实，我得出去晃荡一下，他们才好动手。队长，你要不要跟团长说？队长，滚！想撒娇回村抱你娘去！啊！昏迷时闻到的香味，还有这缝合的手法，跟以前我奶奶给我缝裤裆很像。基本能确定，是位女医生。一边是守卫边境的军人，一边是国家的未来，这构图活力与肃穆感同在，单靠线条是不够的。青秋，帮我递一下8号色。你还没画完？这才哪到哪儿，刚完成了一半呢。我从空间商城里买了特殊的固色药水，擦都很难沾掉。明天一大早，这幅画一定能震惊所有人。我刚才站那儿，看到的是学生们向国旗敬礼。不对，我看到的是战士们在冲锋，学生在宣誓。他们在互相敬礼。你们说的都对，这幅画从不同的位置看，看到的画面是不一样的。老高，咱们挖到宝了。这墙画能让我在教育部开会时挺直腰板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昨晚收工时颜色还这么绚烂。您好，这里是虹溪公社小学，我是苏白尺。小苏，我是苏婉。明天有空吗？来我家吃饭，我给你做酱肘子。唉，能诱惑吃货的，果然非美食莫属。苏老师，你画的墙画太神了！刚才校门口都围满了人，还是大队长拿喇叭喊上工才散开的。今年评比肯定拿第一。是我和阮老师配合的好。苏老师，这是我家，我妈妈叫苏婉。所以你早知道我要来，故意不说？你个小调皮。姐，喊错了，该叫姨姨。陆叔叔。小宝，你身上怎么这么脏了？臭小子一来就惹小宝哭，欠揍！苏老师，快进去，别理陆叔叔。小苏，快进来，马上开饭了。你们怎么也来了？嫂子让我们来的。他没告诉你？嫂子，你忙一天了，我来搭把手。咦，我居然闻到了火药味！哪个警卫员能接触火药？啊，还是他刚从靶场拔回来？这个男人应该能应付，不然就白瞎了一身腱子肉。小李，
手滑了。他们人呢？他们可能要去切磋一下。下次你有计划，能不能提前说一声？你看我的头顶操心的快秃了。你不是操心，是老了。我的警卫员出了问题，我也有责任。老秦，这人上面都查不出来，你没发现算正常。老爷子让你给他打电话，说是又给你安排了相亲。你别不当回事。老爷子发怒了，说让老王亲自监督你相亲。老爷子还是太闲了。完了，每次看他这么笑，就有人要倒霉。不就是想让我早点结婚，好调回京师，让堂弟不用上战场吗？我偏不如你们的愿。既然不想让我好过，那大家都别过了。苏丫头，快过来，让顾奶奶看看。顾奶奶，您脸色红润了不少，看来之前我送的鸡血藤有效了。你这丫头嘴抹蜜糖了。老师，准备再施针了。你缺乏实操，光背下这些还远远不够。静雯，你刚当2天老师，就想让苏丫头实操，是不是太急了？导师好像一眼就看穿我了。我那一对儿女，他们现在应该也大学毕业了吧？你回来正好，我煮了绿豆汤，甜的。青秋，你上完课就一直待在这儿，不闷吗？在知青点不方便看书，趁现在有空，我多看看。你想上大学吗？想。你呢？想。我要考军医学院。我也是。我舅舅说，现在已经有人向上提恢复高考的事了，让我时刻准备着。爸，我今天给村里打了电话，阿芷一切都好，还当上小学老师了。俊华，你对阿芷有什么安排吗？亲女儿在乡下受苦，你们做父母的还能咽下好饭菜？妈，我让妹夫安排她当老师。罗桂兰，做人得凭良心。我们给阿芷找了对象，下周让她相亲。可是阿芷的户口和粮食关系都在罗河村，迁不回来，办不了结婚证啊。这些不用你们管。妈，那能不能把明月调回这边下乡？哼，调回来？你是不是忘了陈明月是犯了法，才被送去农场改造的？以后陈明月的事，我们苏家不管。苏俊华的事儿，我们不想掺和的，但这次事关阿芷的未来，不出手不行。人情用1分就薄1分，分分得用在刀刃上。京师陆家的事儿，还不能说。苏老师，有人找。小姨，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，要去县城吗？不是我要去，是我们一起去。快回去换身衣服，打扮一下。你搬过来，小姨还没仔细看过你住的地方呢。阮知清人文静，你们相处的不错吧？小姨，你不会是要带我去相亲吧？到了就知道了。拖拉机还在外面等着，咱们快点。阿九不离十，肯定是相亲，不过应该不是村里人，不然小姨也不会这么积极，还大老远的去县城。啊！我不想跟秃顶的男人处对象，我下不去嘴。老子有钱，还怕找不到对象？我断了一条腿，还肾虚，你借一步？中看不中用的废物，晦气。那桌就是，好好相看，照片上不是歪瓜裂枣，遇到好的得抓紧了，好男人不流通的。你还是别抱希望的好。这不就是被我扒光做手术的那个男人吗？你好，我叫陆北燕。我叫苏白芷。你好，你又受伤了？小伤。陆同志，我现在不想结婚，这次相看是家里人安排的。陆同志，你很好，只是结婚不在我的计划里。虽然把他看光了，但我不承认，谁知道？我居然被嫌弃了，我应该高兴才对。可不知怎么，心里就是不得劲儿啊。我也是家里人安排的，还有人在这儿监督。要不我们处处看，不合适就算了。抱歉，我没兴趣。
如果我跟家里人说看上你了，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？陆同志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况且现在婚姻自由，你单方面的决定没用。早知道缝合的时候就手滑一下，免得陆北岩出来祸害姑娘。我们先吃饭，等他们都走了再说。谢谢。所以陆北夜是故意绑着绷带，用来吓跑相亲对象的。我不想再相亲了，你应该也是，所以要不要跟我合作？合作？但我好像比较吃亏。你想要什么补偿？没想好，跟你合作，有种羊入虎口的感觉。所以要冒险吗？该怕被缠上的不是我，谁怕谁还不一定呢。合作愉快。我要去旧书店。我陪你去，巷子里不安全。你是宁城人，父母又在医院，怎么会报名下乡？我季姐设计把我工作和亲事抢了，下乡名单改成了我。我买好了，一会儿去趟邮局。我今天放假，一起去。这条巷子平时很多老人坐着落脚，今天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别回头，一会儿你往巷子口跑，不要回头。来不及了，我们在巷子里走了2分钟，没一个人路过，两边口子可能都被人堵住了。我们早就被盯上了。那等会儿打起来，你躲在我身后。蒙面人好像是冲你来的。你现在反悔合作还来得及，不然再也不会放手了。救命之恩，得以身相许。对敌人从不手软，这些搏斗技巧还是当无国界医生时跟一个退役特种兵学的，本身对人体结构很熟悉，打哪里能让对方痛感加剧，在搏斗时就会找准位置揍。陆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们是第一次相亲，第一次进警局，全凑一起了。喝杯水，一会儿咱们就离开。苏同志，我姓王，是陆北燕爷爷的警卫员，让你受惊了，这次是意外。王伯，我没事。听说苏知青母亲在丈夫死后不到1个月就再婚了，肯定早就跟人苟且了。有其母必有其女，那天被警察当街抓了，她还有脸在学校教书啊？人不可貌相，有些人看着安分，其实骨子里骚狐狸似的。嘴里喷粪就回家待着，再宣派我外甥女，我撕烂你们的嘴！明天我就跟村干部说，给你们几家多分派任务。我们说的是事实，不怕你去告。李招娣，你亲眼看见了？听警察说我外甥女因什么由头进局里了？我听别人说的，现在学校里都在传。你说谁说我就认定是你说的，跟我去大队办公说清楚。看你以后还敢白雪白老师说的，有本事你找他去！你们再嚼舌根，坏我外甥女名声，我一定去队里举报。妈，谁惹你生气了？今晚你做饭，我出去一趟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去大队打电话，让苏家那边早点准备。相看好了，赶紧让阿芷领证结婚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表姐，刚才门口婶子们在胡说八道，我弟就是个三傻子，为了合群居然附和他们。你以后有糖别给他吃了。好啊你还敢回来！小姨，让你跟着别人造谣，还敢回来？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他都快10岁了，能管住嘴了？不能为了合群，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这种错误以后不准再犯。阿芝，上次治棉害虫多亏了你，我们这片棉花田都保住了。小姨夫，应该的，主要还是靠你们组织大家一起喷药水。江青那天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进警局？没什么，就是碰到了小混混闹事，陆北岩报了警。哎呦，那幸亏有陆北岩跟着，以后你还是少去县城。那个白老师心思真歹毒，不知道女人的名声多重要吗？小姨，这事你别管，白雪会自食后果。白老师，那个苏老师的事儿是真的吗？
他怎么还有脸在学校当老师？长得那狐媚样，一看就是个会勾引人的。就是在县城巷子里乱搞，被警抓个正着，我们凭什么给他脸？桂花嫂子，我们私下说说就好，传出去影响不好。我们说的是事实，有啥影响？桂花，听说你妹妹相中陆营长了，看上他是他的福气。我白眉妹子是工农兵大学毕业的，才貌双全。老秦，我上次听你说小陆去相亲了，不会是跟王营长的小姨子白薇吧？白薇，别听外面的人胡说八道，我忘记跟你说了，跟苏白芷相上了，两人在处对象。什么？那陆北燕跟苏白芷相亲那天进警局了，现在外面谣言满天飞，说他们在巷子里乱搞被抓了。这事儿我得跟陆北燕说一声，不然指不定出什么事儿。你们听说了吗？白老师上周末跟一个男人去招待所了。怎么可能？他男人不是出任务还没回来吗？去招待所那个男人是白雪的堂哥，准确的说是白薇的哥哥，是过来出差的。白薇为了炫耀，被罗振军一套话什么都说出来，可惜谣言就是越传越歪。是你对不对？说我跟男人去招待所的是你。我可没说你跟谁去，只是有人看到你跟一个男人进了招待所闲聊。谣言嘛，不就是模棱两可吗？你个贱人！这不是你惯用的伎俩吗？用到你身上就受不了了。和相亲对象在巷子遇到小混混，报警把他们送去警局，到你这儿就变成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被抓了。白雪，你坏我名声，不就是因为入职考核时修改试卷被校长处分了吗？你还到处传我是特务，说出去的话是要负责的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你跟警察说去吧。我也报警，你也造谣了。我有证人，你有吗？我可没说你跟男人鬼混。哪位是白雪？我是白雪同志，我们怀疑你跟一个案件有关，请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不是我当时只是看到他上了警车。苏同志，谢谢你上次配合我们调查。白雪的丈夫家背景不简单，我们平常都睁只眼闭只眼，不跟他计较。苏老师好像一点不忌惮啊。苏老师，看来你们相处的不错，北燕还会替你出头了。什么替我出头？家属院里，北燕借切磋的名义，把传谣言的几个嫂子的丈夫都揍了一顿。晚上院子里传出很多夫妻吵架的声音，王桂花脸上多了2个巴掌印儿，眼睛还紫黑一片。是吗？动静这么大？看来北燕心里有你，她以前可不管这些闲事，更不会闹这么大动静。苏姐，她就是手痒了，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。她这么做可能也是演戏给外人考吧。你妈在婚后逢年过节都不回来，你外婆整天在门口坐着，眼睛都望瞎了。这次你过去让她好好瞧瞧。小姨，我带了些麦乳精、白糖和罐头。你有钱就攒着，买那么多东西干嘛？小姨，就当是我妈买的，跟外婆别说漏嘴。哎，行吧。喏，门口坐着的就是你外婆，她每天都等着，就想着哪天罗桂兰能突然回来。哎，阿兰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在城里受罪了，怎么那么瘦？妈，这是姐的二女儿阿芷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阿兰，妈好想你，你怎么这么久不来看看妈？唉，这可能就是思念成疾吧。爸，阿玲，你怎么有空回来？村里让我们轮休。外公，好，长得像你妈，又有股她没有的韧性，脚踏实地。一会儿吃了午饭再回去。前2年你爷爷奶奶还会写信来买草药，最近很少来信了。他们都好，只是提前退休了。外公，我能买些草药吗？阿芷，你竟然会认草药？认得出一些，不多。那外公考考你，要是全答对，这里的草药你随便摘。不错不错，都答对了。我家小阿芷出息喽！小姨，以后我可以自己过来找外公吗？我还能拦着你？你常来，他们2老肯定开心。你外公的医术我没学到1/3，你要是能学，就多学学。我也看出来了，凭外公的医术，肯定不止当个赤脚医生这么简单。这个年代，为了明哲保身，他藏得很好。苏白芷同志，这是你的汇款单，需要本人签字。好的。1000块，这是我们快3年的工资了。连环画卖了5万册，按零售价1%分成，所以有1000块。主编说加印了10万册，后面按2%分成。苏老师，原来这连环画是你画的？
我听说现在经世都售空了，能不能卖一本给我？我家侄子吵着要，一直没买到。抱歉，这些书我打算每个班放一本，剩下的2本也答应给别人了。我还怕你心软会借钱给他们，没想到你拒绝的那么干脆。我有那么傻吗？救急不救穷。那倒是，咱们小学的老师除了咱俩，几乎都有点背景。青秋，你的稿费应该也快到了吧？周末送来了，不多。等你的小说出版了，我一定买一本，记得给我签名。没问题。这次美丽校园评比还有国外的校长来参观，咱们学校没一个会外语的，倒是派谁接待？好在这次有苏老师的强化，不然咱们学校脸都丢到国外去了。接待人选倒是抽签决定吧。对了，这是我从投诉信箱里取出来的信，校长你看看呗。这个白老师以前是造谣，现在直接实名举报，说苏老师占集体便宜，在职教师不能发表作品赚钱，简直胡说八道。他知道画强化没收钱，他觉得理所当然，现在又眼红人家出书赚钱，这跟占集体便宜有什么关系？这事儿你盯着，别让他在网上捅娄子。老傅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怎么主动来找我？我想让我新收的徒弟进手术室。你收徒了？谁啊？我们医院的蔡医生？不是，一个小学老师，通过你们医院的笔试考核应该没问题。老傅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一个小学老师过笔试考核？我是认真的。你看他的名字都上报纸了，罗河村治棉孩虫的方法就是他提供的。这。你想让他进医院实习，他说要考医学院，不急着实习，我要带他进手术室亲自教。你对他评价这么高？以他的理论水平，当你们的主任医生都绰绰有余。老傅肯定言过其实，有王婆卖瓜的嫌疑。不过答应下来也无妨，反正要走正常考核流程的。苏同志，我是不是该去你小姨家拜访一下？不然怕要露馅了。咱们就是合作关系，没必要这么较真吧？你现在两手空空的去好像也不好，下次吧。不较真怎么显得像真的？我早就准备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。好吧，那你跟我走，得快点走，不然被村里下工回来的婶子们看到就更麻烦了。表姐，他是？我是你表姐正在处的对象，未来表姐夫。小家伙，你可真有眼力劲儿。你还算配得上我表姐。少贫嘴，快去烧饭，一会儿你妈回来了。哦。我才刚开始扫，不可。你这孩子，带他过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小姨，是他自己突然要来的。小姨，是我突然要来，您别怪阿芷。我爷爷打电话把我骂了一顿，说我不懂礼数。哎，你爷爷也真是的，这事儿哪能怪你呢？小姨，让陆北岩做，正好考验一下陆北岩。他非要立这个好女婿人设，我成全他。等高考后就摊牌，看他还怎么演。你呀你，要是把这么好的对象吓跑了，哭都没地方哭。谁哭还不一定呢，说不定我能找到更好的。你怎么想的？多了解一下，该定就定下。先处着呗，没了解透哪能随便结婚呢？家里情况你奶奶那边肯定打听清楚了。这小伙子人也不错，还要了解什么？万一要是他会打人呢？我小胳膊小腿的不扛揍。这话别人说我信，我这外甥女说我怎么一点不信呢？哎，来，干了。陆同志，这样的拜访其实没必要，反正以后也不会有交集。如果我是认真的呢？我没有结婚的打算。如果你有除了合作之外的心思，那我们的合作现在作废。算了，到时再说。说你个大头鬼！我不喜欢这种失控的感觉，所以还是先远离吧。只要闭上眼，脑子里就全是他的样子，有什么东西在心底生根发芽了。要是有相机就好了，能把他们都拍下来。拍什么照片？现成的画稿要不要？真送给我？这些话都在我脑子里，稿子留着也没用。谢谢，我会好好保存的。苏老师、阮老师，来一下办公室。苏白芷、阮清秋，明天有外宾要来，需要2位老师陪同翻译，大家抽签决定。抽中的有30块补助，还发1套职业套装。好了，没拆开的不用看了，这次就由阮老师和苏老师接待。你们俩先回去收拾下衣服，今晚就要去县城招待所住。啊，咱俩真倒霉。顺其自然，说不定有惊喜呢。学长，你怎么还没打结婚申请？伟人说了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处对象都是耍流氓。我倒是想负责，但不想勉强他。钱叔叔，
北燕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到？我妈打电话回来，让我一定要接到您。西库下空空的，应该是左腿肌肉萎缩了。我们都到了，连车都没安排。Sorry， 我们的 car 快来了。吴主任，明天我就不过来了，他们听不懂我的英语。翻译员临时跑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嘿，你们的热水烫死人了！房间里还有虫，让我们怎么睡？听不懂人话吗？真是蠢猪！先生，您发牢骚前是不是也该自我反省？你们来轻省，为什么不提前找好翻译？你会说外语？哦，上帝太好了！你快帮我跟前台服务员说，我们房间的热水太烫，还有很多虫子。你好，他说他们房间的热水太烫，还有很多虫子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抱歉，我叫盖伊，劳伦斯校长的助理，你能当我们的随行翻译吗？我们付钱。我们是随行的老师，明天会全程陪同。太好了，你们的名字是？我是阮青秋，他是苏白齿。哎呦，苏老师，阮老师，之前听老高夸你们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你们比他说的还优秀。这次辛苦你们了，有什么条件尽管提。不知道是之前谁一直驳回他们申请的随行老师补贴。当时你可没这么好说话。我外公留过洋，从小教我英语，但我学的基本是哑巴英语，从没跟外国人说过话。难怪你能看懂外本书，我是在图书馆跟馆长学的，实际上是当无国界医生时练出来的。你太厉害了，没有语言环境学外语太难了。我不只会英语，轻省交接的几个国家语言我也能听懂一些。啊，你这么厉害的吗？我得更努力才行，不能被苏比一甩下太远。子弹卡的位置太刁钻了，取弹很可能会伤到神经血管。国外的医生都建议不取，我们没必要冒险吧？好了，今天先到这里，都散了吧。钱之琳是国家急需的人才，这次手术不容有失。这是我的方案，这么重要的方案，刚才讨论会你怎么没说？我说了，他们会听吗？这片子我想给我的徒弟看看，他可能有不同想法。片子只能在我的办公室看，不能带出医院。钱之琳在轻省的消息没传开，王院长也是以防万一才这么谨慎。这次手术如果成功，我和老师就能搬出牛棚，重回医院了。This is incredible. How can there be such cool paintings here? 这幅墙画是你们的美术老师画的？苏，你知道墙画是谁画的吗？我和阮真秋一起完成的。盖伊，我只负责补色，主要是他画的。你很有天赋，愿意出国留学，我们可以提供最好的条件，免学费，提供奖学金和住宿。抱歉，我志不在此，以后我想当医生。当着我的面挖墙脚，这合适吗？苏，你知道拒绝我意味着什么吗？劳伦斯先生，我们还是先参观学校吧。他这么急切，更像想证明什么，而不是真心想培养我。他难道是国外的大学校长？不然不会这么有底气吧？阮老师，快问问那个记者，劳伦斯到底是不是大学校长？好的。 Yes, he is the principal of a famous university. Many of our country's Erasmus and military 校长. Did you not know? 北燕，我好像理解这幅画了。回到这里，就像这画里说的，刻舟求剑，舟还是原来的舟，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的剑了。我理解的，恐怕和钱叔叔你理解的并不同。我至今都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，人一停下来，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哈兰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真的在这里？劳伦斯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是特意来找你，我已经联系好了帝国最权威的外科医生，这次绝不会再让你失望。原来他是来找人的。劳伦斯，我不相信帝国的医生，而且我已经决定在国内做手术了。高校长，这位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校友钱之琳先生。钱叔叔，您刚才的疑问可以问高校长。高校长，这些画是哪位美术老师画的？我能见见吗？这些墙画都是这位苏老师画的，阮老师负责上色。苏老师，这幅刻舟求剑的画风跟其他的很不一样，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？钱先生，你现在不就是在刻舟求剑吗？在曾经启蒙的小学找漂洋过海时丢的剑，还能这么解读？苏老师，你觉得我在国外丢失了什么？一个能让劳伦斯追到这里的人才，此刻一定在回国发展和留在国外之间犹豫不决。你在这里学习时的初心，看来这次外宾来访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夺钱先生这位人才。难怪这些外国佬对一所农村小学这么感兴趣，原来都是幌子。初心，苏老师，如果换作是你，面对国外的优渥待遇和国内现在的环境，你会如何选择？单从个人前途来说，当然是留在国外更好。国外的研究环境目前确实比我们好很多。苏老师慎言。哈哈，这位苏老师还是有眼光的。不过钱先生，您觉得一个人的伟大是什么？或许
他真的能劝动钱叔叔。没有伟大的个人，只有伟大的团队。千千万万个渺小的个人共同努力，才为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破开了新局面。在国家未来与个人前途权衡时，我想那些牺牲的先辈早就用生命告诉了您该怎么选。王局长，谢谢你们的接待，我会给县城的图书馆捐书，为青省的优秀学生成立一个奖学金基金会。哈哈，那太感谢了。苏老师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钱先生，你来做术前检查。好，疼痛加剧时具体是哪几个位置痛？奇怪了，一个小学老师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苏白区的推测很可能是真的，国外的机器不可能没检查出来，他们可能就是把钱之林学成回国，当时才没处理脑中的弹库。再用机器检查一次，我亲自操作。老傅，这台手术我们不能做了，风险太高了，你不能再冒险了，而且他还不确定会不会留下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就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病人。他脑里的弹壳不取出来，一旦转移，很可能直接变成植物人。你这犟脾气，患者有知情权，做不做让他自己决定吧。苏老师，你还没回答我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放弃国外的优渥待遇回国吗？会。为什么？钱先生，你之所以犹豫，是怕自己后悔。我爱这个国家，即使它现在有很多问题，但只要它需要我，我就会留下。军人穿上军装，保家卫国，我以后穿上白大褂，一样能为国家出一份力，仅此而已。钱先生，我们需要再为你做一次检查。王院长，跟在傅医生旁边的是谁？第一助手的位置怎么能让一个新手来？傅医生刚收的徒弟，小蔡多跟着学。这台手术很可能会成为医学教材案例。这姑娘一点儿不像新手，镇定的像个老医生。一个小姑娘而已，傅医生怎么会如此鲁莽？我倒要看看你待会儿怎么出丑。手术准备，麻醉师，手术正式开始。首先取脑中的弹壳。这配合也太好了吧！他真是个新人。空间升级已完成，开启同医学模式。病人生命体征不稳，又恢复正常了。傅医生，让我来缝合吧。阿芷，剩下的你接手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能入傅医生的眼，被收为徒？我查了，劳伦斯的目标确实是钱之林。你父母那边怎么说？我还没联系上他们。他们也不清楚细节，只说钱叔叔回国前正在研究一款新枪，后来项目被搁置，他才动了回国的念头。恐怕不止新枪那么简单。对了，你爷爷让我问你什么时候带小苏回京市。你小子不对劲儿啊，真陷进去了。要不要我教你几招？好歹我有点经验。你追嫂子的时候，我跟罗二牛可一直跟着。你那傻样，我半夜想起都能笑醒。你小子揭我短是吧？你这么欠揍，就不怕我跟小苏告状？随便，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了你。那个人已经出现了。王院长，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，我得赶紧去汇报。先喝杯温水。谢谢。我的医学空间一直监测病人的情况，手术很成功，空间积分暴增到10000分，还解锁了10几种特殊药方。制作需要用的原料几乎都能在罗河村附近的山里找到。我也能用空间积分跟商城购买。如果你想上医学院，我能帮忙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你不想上大学？我更想凭自己的实力考上，而不是靠谁推荐。如果一直不恢复高考呢？洛河村那么多知青等了10几年都没等到回城的机会。混沌总会过去，也许我运气好呢。再等1年，如果不恢复高考，我接受老师的安排。他并不愿意跟我有过多牵扯。苏同志，你理想的丈夫是怎样的？没有，我从没打算结婚。悲催的爱情太多，我不觉得自己会是幸运的那个。只是为了搭伙过日子的婚姻，我不需要。所以前世我不结婚，也不恋爱。我终于理解了，为什么秦团长刚追嫂子的时候会一副蠢蠢的样子了。怎么瘦成这样了？跟我回家，小姨今晚炖鸡给你补补。小姨，就是天热吃不下东西，吃不惯食堂就来小姨家吃，多双筷子的事儿。我要是天天来，二胡奶奶又该找您麻烦了。小姨放心，我保证1周就养回来。你这孩子，哎，你表哥不知道抽什么风，最近天天在家复习高中课程。看来表哥还真把我的话听进去了。你跟陆同志处得怎么样了？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结婚？不清楚，他最近应该很忙，得再给苏奶奶打个电话问问。对了，前2天知青点出事了，有人半夜爬进白知青屋里，被老鼠夹夹了手，还想讹钱，结果白知青直接报警把人抓走了。
妈，我来煮饭吧。阿芝，你去外面歇着，别干活了。小姨，你去摆碗筷，我跟表哥聊聊天。阿芝，你真觉得会恢复高考吗？我最近在复习，好多题都不会做，心里没底。迟早的事儿，不会的题你都标出来，回头送到学校给我，我写解题步骤给你。我之前做的习题也可以拿给你看。谢谢你，阿芝。今年交了公粮，剩下的粮食不多了，村里还没想出办法吗？能有什么办法？大部分地都种了棉花，只能拿棉花去换粮食了。爸，总指望外面有余粮太被动了，还是得开荒增产。哪有荒地开？附近都是山。有啊，把山开了。想过，但灌溉是大问题。农业局没派专家来，我们也不会。小姨夫，咱们村就有一个现成的专家，就看你敢不敢用了。谁？牛棚里的杨翠芬，她受丈夫牵连，下放前是京市农业大学的教授，专门研究梯田和水稻种植的。可村里没人敢跟住牛棚的人来往，他会愿意帮忙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隔壁镇遭了蝗灾，粮食减产，今年冬天怕是不好过。我得跟村里的其他干部讨论一下，现在不准备，今年秋冬大家都得挨饿。苏小白，什么时候进山？我想吃野鸡了。周一下午带学生去山上研学，到时候你自己去抓。消炎药、止血药粉、麻醉粉，这些都能做。还是抓野畜好，找到一只就能找到3库。消炎药、止血药粉、麻醉粉，这些都是急需的常用药，有备无患。北燕，怎么被嫂子赶出家门了？呸！就不能盼我点好？没要紧事儿，我能这么晚来找你？难说，毕竟已婚男人的脸皮厚。你把自己也骂进去了。看看这个结婚申请函，谁批的？我没写过这东西。结婚证已经送到京市了，现在你和苏同志是合法夫妻。我爷爷批的，他怎么又胡乱安排？你不是喜欢苏同志，在处对象吗？难道你想耍流氓不结婚？有没有可能人家压根看不上我？刚看到结婚申请时，我的确有股冲动。就这样吧，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。可是我不想她受委屈，更我不想她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。折断她的翅膀，把她绑在身边，她应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你们处对象是假的，为了骗老爷子，你对他有好感，为什么不直说追呀？她不想结婚，要读大学。现在她是下乡知青，暑假就要下地干活，你舍得？正好结婚证有了，你赶紧申请住房，让她住进家属院。老首长，您这么做不怕阿安跟您闹？现在领了证也能离的，您这操作有点不妥。臭小子，没我当年的魄力，追个媳妇儿都磨磨蹭蹭，我这是推他们一把。真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是假处对象？小样儿，跟我斗还嫩了点儿。我就赌他舍不得让那丫头去地里干活。苏老师，我们要爬到山顶吗？那里的野果早被摘光了。你真扫兴！罗二妞娇里娇气，不许欺负女同学。大家原地休息一下。没想到山上还有这么大的空地，跟野餐一样。以后可以多组织这样的活动，你看他们多开心。快来抓我呀！你们抓不到！二虎，小心后面！你们在上面等着，别靠近。苏老师，你看这里有好多小白花。那是野生的银耳，不是花，你别乱动，注意脚下，下面就是悬崖。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。表姐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腥味儿？表姐，苏老师，被咬了吗？伤口在哪儿？这里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样不行。别，我吃了解毒丸，没必要再多毒一个。我背你上去，伤口要尽快处理。白痴，你没事吧？被蛇咬了？那你赶紧去医院。我送他去医院。胡闹！自己做的解毒丸怎么能随便吃？小姑娘，这种蛇毒必须注射相应的血清才行。我自己缝。你不敷麻药吗？几针而已，没必要。这姑娘，这技术绝对是专业的。我刚才在医院说的话是认真的。出了什么事儿？我爷爷私自做主，给咱俩办了结婚证，户口本应该是他从你家人那里拿到的，我也是刚知道，对不起。你先冷静，听我说，我们可以假装结婚，就当换一种合作方式。有了结婚证，你就能住进家属院，不用下地挣工分。你想离婚随时可以，我配合。队长，有紧急任务，得立刻出发。你先去忙吧，我可以自己进去。等我回来。女人，
你吃了解毒丸就没点别的感觉，比如身上发出臭味？怎么这么臭？一股难闻的味道从身上散发出来。我明明刚洗完澡。排毒，纯。这解毒丸的效果是不是太好了？空间出品，必属精品。你太小看我们末世的东西了。看看你的伤口。愈合了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不行，得重新包扎好，装成美好的样子，不然太引人注目了。上面也太没人性了，我们才出任务回来1天，你又没媳妇儿，多出任务，攒点老婆本不好吗？忠于国家，忠于人民，你别动摇我的信仰。检查装备，1分钟后出发。是。歪国的团伙换了头领，竟然敢从雷区入境。出发。罗振兴，组织班干，把桌子移到两边，我们上生活课。耶！苏老师真是拼，被蛇咬了第2天就来上课，今天又拎着一大袋东西。这些不叫小白花，叫银耳，准确的说是野生银耳种子。我们把棉花籽、细沙混合，装进塑料袋，做成北奖鸡，再把碾碎的银耳种子放进去。大概35到45天后，它们就能长出大朵的银耳了。罗振兴，你来操作一次给大家看。养殖银耳，这生活课上得真好。除了堆料，还要注意湿度和温度。咱们学校有个空的储物室，环境正好。一会儿我们就把这些宝贝都送过去，以后每天轮流浇水。二虎，你们班上什么课呢？那么热闹。保密。放假前我请你吃甜品。别说这个了，二狗子家的表哥表弟来了，带了好多没见过的糖。你弟三虎已经跟着去了，我们快去。没见过的糖有什么稀罕的？表姐给我的糖我也没见过。三虎这个蠢蛋，给块糖就跟人走。姐姐，我们快回家吧，不然爸爸又要打人了。怕什么？你不去，我就告诉爸妈你上次考试没及格。快跟我回家！那2个人看着不像好人。二虎，你赶紧滚，不带你们玩了。你家孩子也没回？没回，大妞二妞都没回。死丫头，回来我打断他们的腿。学校早没人了，你们去别处找找。都找过了。二虎，你看到我家二妞了吗？放学时，一群孩子跟着二狗子进小树林了，说要去山洞里找糖吃。他们还没回家吗？进小树林？跟谁？罗大牛、二狗子，还有二狗子那2个奇怪的表哥表弟。啊！表姐，刚才就是这么回事。孩子们往哪个方向走的？出事了，我得赶紧校长打电话。二虎，快回家叫你爸爸带人去小树林。大妞，二妞。二狗子他妈是孤儿，哪来的表哥表弟？朱大娘是不是收留了2个来路不明的人，还没跟村里报备？他们给了20块钱，说就住2晚。你小心，等着坐牢吧你！你们听，是叶子吹出来的曲子，但是那边没有路。这是血迹。阮老师，罗二妞，苏老师，你是罗二妞。有3个孩子已经没呼吸了，其他孩子呼吸很弱，得立刻送医院。白芷，怎么不救了？男孩是外国人，不是孩子。正昂见女，我哋唔女翻街。想咬毒自尽，太便宜你了。大妞，快！
救护车已经在林子外了，快送医院！这孩子毁容了。老师，我跟你一起处理这个病人。有3个孩子没能熬过来，尸体在那边，需要家属去认领。最后这个孩子是谁？这不是胡营长家的大宝吗？造孽呀！那么晚没回家，后妈都不出来找。去家属院找人。去办公室谈。王院长，这次的事太恶劣，我们一定会把另一个凶手抓到。我想说的是，要不是苏同志用了自制的止血药粉，那些孩子估计都救不回来了。苏同志还会制药，这事儿得保密。听说胡营长的老婆是罗河村的知青，现在怀孕了。是啊，可不是嘛。胡营长昨天刚出任务走了，可怜啊，死了亲爸都看不到。你个小妖精，把我儿子迷得晕头转向，连亲儿子都让你这么作践。现在你顺心了，我的大宝没了，你会遭报应的。胡营长媳妇儿身下流血了，不会流产了吧？婶子，罗二妞一会儿就推出来了，你们谁去陪床？我，老罗，你跟着护士把大妞送去停尸房。苏知青，要不是你及时给我家大牛止血，他的小命就没了。罗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小心！为什么没给我家大宝止血？你们都欺负他是没妈的孩子吗？大娘，我们赶到时，胡大宝已经没呼吸了。呸！我要去举报，让学校开除他！你见死不救，我家大宝就是被你害死的。那你就去报警，去举报，看看谁搭理你。我没拉着你孙子进山，也没见死不救。你有时间在这撒泼，还不如把他的后事办好。你突然请假，那个何大娘肯定会更得意，以为自己得逞了。这里写了银儿养殖的注意事项，麻烦你了。啊，没有这事，我也打算回家一趟。小姑娘，你是工农兵大学的学生吗？不是。不是学生还买京师的杂志看，装成读书人好找对象。像你这种装模作样的人，我见多了。嫂子，你小心点儿，嘴巴控制不住喷粪就闭上，免得熏到别人。你说谁嘴巴不干净呢？谁应声就说谁。阿玲，别闹事，我今天非撕烂你的嘴！对不起，他脑子有问题，今天没吃药。何玲，你最好安顿些。那个女人肯定能卖个好价钱，下一站是百事，我们一会儿动手。可怎么骗他出来？上车后他连洗手间都没上。这么白，肯定能卖高价。你一会儿去切收间等着。这声音是熟人，目标是我。有小偷！我看到了，他刚才把手伸进那个大娘的布袋，他是小偷。你胡说！我睡得好好的，怎么就成小偷了？那个大娘可以作证，刚才他还解你的裤带。胡说！小姑娘别张嘴就来，老婆子我还要脸。乘务员同志，你们快把他带走，他肯定有精神病。小姑娘，我家老头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，你看书多，肯定知道怎么救人，快来帮忙。有事找乘务员，我不会。你这小姑娘真没爱心。上次你不是救了一个被瓜子卡喉咙的孩子吗？别以为变白了我就认不出来了。我不认识他，他瞎说的。你们给我作证，一会儿要是我跟他走了，你们帮我报警。小姑娘别怕，这个婆子昨晚就鬼鬼祟祟的，肯定不是好人。救人要紧，我不跟你们扯皮。小刘，找乘务警过来，这肯定是个拐子。我姓战，你喊我一声战奶奶就行。您好，我叫苏白芷。怎么一个人坐火车？
谢谢，我是下乡知青，请假回宁城看爷爷奶奶。是个孝顺的苏同志，你是宁城人吗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我是宁城人，不过我有对象了，他是军官。对象而已嘛。苏同志，你家有人是医生吗？你的名字是中药名称吧？我爷爷奶奶是中医。好啊。苏同志，咱们有缘再见。臭小子没福气，好不容易碰到个对眼的，偏偏人家有对象。呀，二姐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教教我。还知道炫耀，期末考试考了几分？阿直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瘦了。奶奶爷爷，我请了1周假回来陪你们。阿直，陆同志跟你说了吗？你们的结婚证办下来了，你别怪奶奶私自做主。假期到地里干活太辛苦了，奶奶舍不得。奶奶，仅此一次，这么重要的事，我想自己做主。奶奶什么都不干涉你。你二姐回来了，她在哪儿？出去吧，报个平安，顺便跟她说结婚的事儿。死丫头，去乡下一个电话也不打回来，母女间哪有隔夜仇？我结婚了。谁同意你结婚的？死丫头，嫁给乡下人，以后苦一辈子，像你小姨一样。你不也是乡下人，张口闭口的贬低小姨，过得挺好的，外公外婆的钱都是他捏着。罗桂兰，你要是敢向上举报，你的工作还能保住吗？妈，她在乡下结婚以后就回不了城了，少来假好心。你是怕拿不到高彩礼补贴陈明月吧？哼，他的婚事是我同意的，彩礼你一个别想拿。京市陆家不是你能惹得起的，想让陈明月好过些，就别动歪心思。妈，你跟陆家说说，明月摔断腿了，能不能调回青省下乡？他是去改造的，我们苏家还要脸。阿芷，跟妈回家。我跟奶奶住，不回家。这几道题重做，学习态度不端正。我忘记了，能口算的题非要写过程。聪明的人早就在老师面前刷学霸人设了，谁还考及格线被重点关注？下次一定要考200分，堵住二姐的嘴。好好写，一会儿我带你去书店买连环画的第2册。王世仁，阿芷，我听说你回来了，咱们可以重新处对象，我可以让我爸把你的户口迁回城。这个肾缺呀，陈明月居然看得上我，结婚了，而且是军婚。你不想坐牢的话，就离我远点。阿芷，我会对你好的。只要抱住我，为了名声，我就得嫁给他。想得美！哇，二姐好厉害！岳母，我又来了。他把我踢成这样，得负责，不嫁也得嫁。呸！打女人的坏男人还有脸上门，这肯定是黄世仁耍流氓。谁是你岳母？滚！祸害了我家明月，还想祸害我另一个女儿，活该你以后都立不起来。岳母，你要是不想好好谈，我就报警了。你去告，正好治你个流氓罪。哼，送到西北农场去改造。岳父，这话传出去，到底是女孩子吃亏？打电话给黄局长，让他来领儿子。败家子，你是嫌老子最近还不够倒霉吗？你惹谁不好，非要惹苏家？苏家有新靠山了，我帮你。现在我头顶一个父字，有权利插手市医院的任命吗？你长点心，下周就去海市投奔你姑姑。苏家不能动。苏白野，我非要得到你不可。喂，出版社吗？稿费请打到我信里写的账户。走吧，不是要买第2册连环画吗？二姐，那本猫咪勇闯森林的连环画是你画的，保密，别让爸妈知道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小苏，张叔，我突然下乡，都没来得及跟您道别。没事儿没事儿，你这不是回来了吗？这孩子总算平安，没出事就好。这次还看外文经典小说吗？那个黄局长家的儿子就是个臭流氓。阿芝，在乡下别省钱，明天我送些票据和钱过来，别亏待自己。咱俩一起睡，我的床大着呢。阿九总跟我宣于他姐姐香香的，哼，谁还没姐姐？行吧，给你个机会。苏姐姐，昨天去你家闹事的那个人把安安拖走了，说是让你去仿制废弃厂那边找他。你是阿九？苏姐姐，我们报警吧。黄世仁，有些人不懂法，总喜欢把自己当法。你先去医院处理伤口，我去找他。
警惕性不错，苏白芷，乖乖顺了我，不然一会儿有你受的。黄哥，你答应我们的，一会儿也让我们尝尝鲜。臭娘们儿，跟你姐一样贱！你们知道现在已经犯法了吗？呸！这种事儿吃亏的是女人，苏家要脸就不会往外说，大不了我吃点亏，把你娶了。我让人通知你家的邻居了，一会儿让他们看个够。这帮流氓，今天就让你们全废了！钱姐夫，你是不是忘了我爷爷奶奶是干嘛的？惹谁都别惹医生，你爸没教你吗？出来吧，看了那么久的戏，帮我处理他们。苏同志，你什么时候发现我们的？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。谁求情都没用，谁往上凑就办谁。老王，看见没？我孙子看人准，像我女中豪杰，不像他爸和叔叔们窝囊。老首长怕是魔怔了。喂，宁城的风气得整顿一下了。俊华，你帮帮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。咱们私了，这事儿你要是不帮忙，我就把事情捅出去，让你女儿也别想嫁人了。黄副局长，我苏俊华再窝囊，也不至于在儿女受辱后还选择息事宁人。哎呀，你们没事就好。阿芷，今天黄世仁绑架了安安，我报了警，后来陆家派来的人解决了。这婚条对了，咱们得打电话过去感谢人家。以后有人欺负你，你就打回去，别怂，拳头硬了，他们才不敢动手。看熟了，以后保命用。苏同志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到办公室谈谈。苏同志，这是我们陈军长。陈军长，这就是我提起的苏同志。上次他用自制止血药粉救了10个孩子，老陆打电话跟我显摆，说陆家祖坟冒青烟了，才找到这么好的孙媳妇。你跟北燕的结婚申请书还是我批的，这是来套近乎了。陈军长，你想问什么就直说吧，我脸皮薄。能当老傅徒弟的脸皮会薄？之前你跟急诊医生说过解毒丸是不是可解百毒？不过都是我看书胡乱配的，药效如何还不确定。我们可以试，真出问题由我担着。苏同志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。这眼神怎么跟陆北岩那小子要新装备是一模一样？提供给军中的药我可以分文不收，但是我不做一锤子买卖。药方军方有使用权，但不能转卖。军用的药不收取药方专利费，但商用的部分我要抽成5%。行，我们先跟制药厂那边沟通，确定后再拟定合同。下午我做门诊，你在一旁看着，多学习学习。我看到包没看到人，还以为你去小姨家了。你吃的也太糙了，别吃了，洗菜烧火，我来煮饭，一会儿你洗碗。白芷，你还有什么不会的？说出来让我心里平衡一下。我不会种地，不会采棉花，不会分辨稻苗和秆苗，不会做饭，不会洗衣服，不会打扫卫生，不会绣花，不会弹琴，不会下棋，不会画画，不会吟诗，不会作对，不会管家，不会算账。那我心里平衡了，这些我都会了。老傅，蔡全这个人还是有能力的，你就培养一下怎么了？现在闹僵了，工作不好开展。阿芷，快来，我跟这2个老顽固真说不通了。您说笑了，老师他们只是有自己的坚持而已。不说他们，你来了正好，一会儿跟我去山里看看，有惊喜。老头子，你去备课吧，今天不用你陪着了。你请假回宁城后，家属院那个朱大娘被纪委叫去批评了，还贴了公告通报，可惜另一个特务没抓到。意料之中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要藏钱之间，任何可能引起上面关注的事，都会被掐死在萌芽里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土壤很肥沃，现在播种还能种2季水稻，亩产300斤不成问题。你真觉得可以？我联系了贵省的老同学，他们2天后带专家组过来。杨奶奶，您不早就检测过土壤，把申请书都交上去了吗？上面批下来了，这事儿
必须2天内落实。种子专家组会带过来，但我们得安排好人手补种，分出2个小队来。我同意，抽几个知青跟专家组一起学，咱们再派村里几个人跟着。你要去你去，我不干。好不容易能歇会儿，现在又接活，想累死我啊！白知青，不去就减工分，服从集体安排是下乡知青的基本准则。凭什么你说减就减？那个苏比史是村支书外甥女，现在都不出工，你们怎么不去举报？还不是怕得罪人？你能让苏白蚁来干活，我就服从安排，不然谁也别想强迫我。这次任务的工分从8分提到12分，而且你们想想，如果梯田试种成功，种出来的粮食不用交公粮，最后都会分下来，咱们还有每天喝粥吗？好啊，好。你还不知道，知青们现在对苏白芷的情绪很大。哎呀，这事儿是我忘了跟你们说清楚。苏知青现在的粮食关系不在村里了，他在小学的工作跟其他老师一样，不用挣工分。你们这是包庇他，这次的任务别算上我。可以，那你以后也别跟我搭伙吃饭了，自己煮。毕竟咱们以后能分的粮食不同了。明哥，别跟他置气了。你会不会扎针？不会就回家种田。没看到我孩子的手都被你戳出血洞了吗？对不起，我再试一次。孩子的血管移动得快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是什么事？你们护士长呢？我要投诉你，我让你也尝尝被扎的滋味。白老师，别为难新来的护士，谁都有不熟练的时候。你在一旁看着，我来。你个半吊子，我才不。脉搏很微弱，但静心还是能摸出来的。以后记住，这一片区域的血管分布比较接上。这苏老师可厉害了，之前还救了10个孩子呢，听说用的还是自制的止血药粉。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小苏，一会儿有个难缠的病人要来换药，我来处理，你看着就行。护士长，放心吧，我有心理准备。今天你帮我换药，让实习的来就行，反正伤口缝得乱七八糟的，正好给他们练练手。您老说这话，谁还敢上啊？这伤口不中缝，1个月都好不了。小丫头，我这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了。老先生，您这伤口最好重新缝合，不然再发炎就得用刀挖腐肉了。重新缝合要用消炎水吗？当然要用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您忍着点，我动作很快。不愧是傅医生收的徒弟，这技术比10几年的老护士都强。明天在家换纱布就行，5天后来拆线，尽量别碰水。老朱，你从哪儿找来的人才？丫头，你刚才用的消炎水不是医院的吧？凉凉的，一点也不痛。不痛你还叫那么大声？以后我再也不来了。老陈，跟你商量个事儿，医院来了个人才，用的消炎水是自制的，一点不痛。哦，叫什么名字？没问，你去问老朱。你看看我这伤口，就那丫头缝的，技术跟老傅有的一批。您说的人我知道是谁，可惜了。可惜啥？是人才就得捧着。我这边向制药厂申请条件，他们态度强硬，就是不答应。跟我还耍心眼儿？说吧，想让我帮什么忙？我想用医院的名义申请办个制药厂，这样药方就在我们手里，还能给部队创收。这事儿我跟老婆子说，她肯定能办下来，一会儿就给她打电话。说你结婚了，不会是为了骗老爷子假结婚吧？假结婚是真的，不过如果姑娘愿意，我这婚就能成真的。你小子真动心了，难得铁树开花，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。滚！狗嘴吐不出象牙，我怎么也算大院里的抢手货，哪像你，母猫见了都得躲。什么时候回国？来青省聚聚，顺利的话下个月。战女士又打电话催婚了，说我快成老黄瓜了，卖不出去砸家里。战奶奶形容的够贴切。任务结束，我得回去追媳妇了，没空跟你这根老黄瓜扯皮。苏小白，别睡了，别吵，我累着呢。女人，边境那边打起来了。我跟你去，顺便打个野。地震了，地震了！打起来了，我得赶去医院。送下来的伤员越来越多，全往医院送不现实。我建议在附近设一个临时医疗救助站。好，我亲自给王院长打电话，让他连夜组织医护往营区这边赶。小苏，这个病人你看看，手骨错位，轻微脑震荡，送回医院普通病房观察。好，来人，把他抬走。医生，你给我用了什么药？伤口感觉凉凉麻麻的。别放弃，这腿还能接回去。好了，不影响训练。
怎么可能？护士长，立刻让人把这个伤员送回去。我老师能做这个手术，伤口处理过了，越快越好。含着这个会好很多。谁处理的伤口？用了什么药？我诊断医生苏白眼，用药生肌药粉。什么是生肌药粉？这伤口还处于黄金缝合期。这种断肢再植手术，生肌药粉、神经修复药粉，如果这些药能均用，手术成功率能提升多少倍？这对师徒要成为医学界的传奇了。遇到特种兵了，快撤！老四你先撤，我断后。秦明回营地领罚。是，队长，他们的人摸过来了。队长，医生，救命啊！快送医院！不，来不及了！怎么回事？小苏，快用止血药粉！快救救我们队长！准备手术器械，立刻手术。苏老师，这个手术你做过吗？没做过，但现在不手术，他活不过半个小时。医院的医生赶过来，最少也要半小时。随时报监测数据。成功率不到10%，老傅，你还不去接手？让实习生给军官做手术，咱俩都得上军事法庭。疯了，都疯了！还没有麻醉师，这手术是怎么开始的？什么时候解剖过身体结构？解剖过青蛙，看过很多相关的书。你父亲是儿科医生，他有很多这类丛书。他没有，书城有。老师，这台手术是您做的？名我担了，奖金算你的。谢谢老师，我就知道跟着您有肉吃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还没老，就快被拍在沙滩上了。什么情况？你们队长怎么可能中弹？为了推开我，那个人用了霰弹。团长，队长一定能活下来的吧？放你恩的屁！1周前就说配合制药，现在边境打起来，你跟我说机器没买回来。明天你不把这事儿办下来，你这个医药部部长就别当了。别跟我打官腔，老娘扛枪上战场时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玩沙呢。你个糟老头，啥也不是，这点事儿还得等我回来处理。不行，我得打电话给老陆，他办事靠谱。你不是说那个制药的实习生是老陆的孙媳妇儿吗？这事儿直接找他不是更快？我才不想听陆老头炫耀，他有孙媳妇了。我几个孙子连个对象都没有。为什么要把他送到西南边境？为什么还要压着他的军功？但选择了当军人，生命就上交给了国家。他的命是命，别的战士的命也是命。我是陆振廷。老陆，北燕手术成功了。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虽然喉咙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以后，人真是贪心。刚只求他活下来，现在又想要他恢复如初。没那么快结束，他们可能还会不间断的骚扰。越是这个时候越要警惕，他们料定我们不敢真开火，才这么肆无忌惮。这是阳谋对阳谋，就看谁先扛不住。军长，这么憋屈的打太他妈憋屈了，老子现在就想扛枪打得他们再也不敢挑衅。冷静点儿，跟他们耗，损失比我们大，我们得适应常态化备战。对了，苏同志的事必须保密，除了我们几个，不能外传。陆同志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听到就眨眨眼。醒了就好，后期恢复的好，基本没问题，声带应该也不会受影响。醒了就好，营地还有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麻烦苏同志照顾。他们这是全扔给我了。陆北燕，你还好意思笑？我差点就成寡妇了，说不定还得落个克夫的名声，我多冤枉！女人，你以后会生孩子吗？想生孩子，不想要老公。不过生孩子就像开盲盒，后来就打消念头了。你知道空间的积分破万了吗？如果你怀孕，多胎的概率是100%。你们是夫妻才会触发这个功能，在末世，医者不给亲人做手术，这个功能就是摆设。我们是假的也能触发，你们的系统设置也太随便了。
设置以法律认定为准，你们在法律上已经是夫妻了，随便的是你们，不是系统。你把人看光还不负责，渣女一个。嫂子好。既然你们来了，一会儿跟医院的车送你们队长去医院病房。队长，你惹嫂子不高兴了，这是秦团长给你的院子钥匙。队长，偷偷结婚不够意思啊。不过你恢复的真快。你们怎么这么闲啊？你怎么会种银耳的？我看了好多农业书都没写。无意中跟一个阿婆学的，她跟我说，只要按照她说的方法做，就能种出银耳。阿婆？你没想过跟村支书提一下，把这个发展成村里的副业吗？你觉得他要是知道这些银耳怎么长出来的，会不动心？上赶着的不是买卖，我舅舅在信里暗示，曙光准备到了。对了，跟你说几个八卦，白薇急着相亲，林之清闹离婚，我还看到杨老师和罗老师手牵手在学校散步，他们还……你护着这狐狸精是吧？大白天的就脱光了贴一起，呸！不要脸！罗森人，这日子过不下去，咱们就离婚。你别吼了，回家说，回家说。那个杨老师看着柔柔弱弱的，没想到明天村里的婶子们又有话题聊了。人不可貌相，有时越是不可能的人，才越会干出突破道德底线的事。林子，你外甥成真有对象啦？不会是胖四婶那个侄子吧？那人品不行啊！阿直已经结婚了，嫁了个军官，以后你们听胖四婶再嚼舌根，就怼回去，破坏军婚是犯法的。他再敢泼脏水，我就把他男人干的那些破烂事儿都抖出来。林子，我家那口子说了，梯田这事儿多亏了你外甥女，到时村里人都得记她的恩情。还有上次救我家二妞的事儿，她就是我家的恩人。怎么想的？结婚证都扯了，总不能一直住宿舍吧？久了别人要嚼舌根的。陆同志没什么表示吗？暑假前他就让我搬去家属院，我没想好。我还以为陆家嫌弃你呢。你想什么？处对象不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吗？说到底，不搬进去还是我们女人吃亏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该怎么做不用我多说吧？我这也是为你好。阿芝，我看陆同志人不错，也没逼你的意思。选对象人品第一位，我可看出来他是真心喜欢你。小姨，你跟小姨夫也是。白知青，请你让开。振军哥，我们结婚吧。那个三奶子天天堵我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我不可能跟你结婚，这事儿你应该跟知青点的其他人说。
撞死算了。被那样的人赖上，名声没了，以后也嫁不出去了。哥，不得了了！我哥抱了那个挑大粪的白知青。白知青，你先放开，被人看到对你名声不好。大虎，处对象呢？这对象好像是白知青吧？啊？这光天化日的就搂搂抱抱，难怪三刀子看上他。大虎，你们真处对象了？你们两个回家说。这白知青算得够狠，自毁名声这种事儿都做得出来。大虎这下被赖上了。是啊，现在严抓耍流氓，罗振军要是不娶她，被人举报就完了。一会儿你离我远些。在这跪下！爸。你要娶白知青吗？娶。今天村里那么多人看着，他不娶，就会被当成流氓抓走。请您成全我们吧。你给我继续跪着。你先回知青点吧，我会给你交代的。苏老师，这是你对象吗？长得真俊。不是，他是我丈夫，我们已经领结婚证了。恭喜恭喜啊，看着真般配，以后生的孩子肯定好看。你干嘛？苏同志，上次我的提议你同意吗？同意了一半，你先放开我。同意哪一半？你把我看光了不负责，还理直气壮的。你怎么知道？说说你同意哪一半了？负责就负责，我又不是无赖。你刚才套我话，以后在一起不会跟我耍心眼吧？我只结一次婚，不合适我改，改到合适为止。别那么严肃，咱们都一样，一个暑假过去，一个个黑得跟山里的野猪似的。苏老师没黑，不一样。猜猜这是什么？猜多有奖。银耳。回答正确。这些就是我们学期末时养的，我和阮老师采摘山柑，今天发给你们一人一罐，罐子保存好，第二批由你们自己采摘，班干部帮忙发一下。必须跟校长反映，他们新老师这样搞，以后我们怎么开展工作？毕业班就该有毕业班的样子，开学就嘻嘻哈哈，成绩肯定不好。自己师德败坏，还有脸说别人？难道你们不觉得他们太异类了吗？这样下去还有纪律吗？开学第一课就是调动学生积极性，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杨老师，以身作则，给学生做好的榜样更重要。说公事别扯私事，他们整天搞这些花里胡哨的，学习成绩不提高就是浪费学校资源。上学期成绩还没公布，我敢说我带的班最好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成绩不好？哼，傻。你们俩在干嘛？大哥，我们在泡银耳碎，很甜的。哥，这是我们的开学礼物，班上同学每人一份。一会儿爸妈回来，你们就不怕屁股开花？二虎、三虎，家里的白糖呢？2斤白糖全倒进去了。妈，我们用白糖做银耳羹了。苏白芷并不知道，他的开学礼物让全村的学生们都在村道上集体跑步。不行了，肚子疼！他们居然能睁着眼睛睡觉，我们以后估计也能锻炼出这项技能。我跟你说件事，你先说。我闪婚了，今天搬出宿舍。昨天领的证。
他是军官，我家以前的邻居。与其被后妈卖给不认识的管夫，还不如跟认识的人结婚。至少这个人是我自己选的，他会尊重我。那我们就同时搬出宿舍。突然有点舍不得。同时？你不是才处对象吗？咱俩都是闪婚，都有不得不结的理由。唉，同病相怜。你看着不像太勉强。杨老师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这是干嘛？你为什么嘴那么碎，到处说人是非？你的是非还需要我说？自己行为不端，还把责任推别人身上，那么嚣张。如果让罗老师的老婆知道了，会不会冲来学校闹呢？杨老师，当天看热闹的人那么多，你怎么断定是阮春秋帮你宣传的？胡乱污蔑别人是犯法的，更别说动手打人了。不是他还有谁？就他凑得最近。有热闹看，当然要凑近了，不然怎么看抓奸大戏？你什么你？用食指指人，没礼貌。你们欺负人，还找了帮手。你们来了正好，帮忙拿东西出去。嫂子，以后你们俩还能当邻居，麻烦嫂子多多照顾我家青青。别看了，他们是军婚，你破坏就得坐牢。阮老师，剩下的垃圾我帮你们清理。有些人心脏了，看什么人都是脏的。哎，我偷偷看了不少书，结果没用上。什么书？就是那个出嫁前母亲会说的“女儿还没那个吧”。你看我们有那机会吗？而且我不傻，这种福利不谋，白担夫妻名头，多亏你们学医的知道的多，你多说点，我参考参考。第一次会有些不舒服，如果对方技术不错，可能感觉不到，以后应该是舒服的吧。古诗里不是有写欲仙欲死吗？不知道，没经验。
阮燕罗，都怪你那个大女儿突然闪婚，不然也不会有这些糟心事。你还有脸说？我接了人家1000块彩礼，说能把青秋弄回城嫁给他，谁知道他突然在乡下嫁人了。这事儿我没敢跟阮燕罗说。青秋的事以后你别管，欠的彩礼你自己想办法补上，我没钱。激情褪去，我和他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把阮春秋弄回来。户口不在京市，我就拿捏不了他。对，我说的，必须查。老头子，你跟京师大学的校长不是好朋友吗？打个电话跟他唠嗑。老婆子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有什么事儿就直说，你这么笑我心里瘆得慌。我打，我立刻打，我打！欧阳琴这人太犟，出了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们说，怕牵连我们。以前要不是他帮忙，我跟你都活不。好吃，嫂子你厨艺太好了。味道很好，你真厉害。你们以前住一起，都是苏同志炒菜？我负责洗菜洗碗，我不擅长做饭。没事，今晚先这么吃。明天我去买菜回来煮。以前宁姨碗都不让。让你儿子去边疆锻炼，你居然求我把他调回来！陆麒麟，我们陆家不养孬种，滚！以后都别回来！我没你这种自私自利的儿子。爸，滚！北风他不适合当兵。没有国哪来的家？你享受着陆家带来的荣耀，却不想承担义务，想都别想！爸，你别总拿别人跟我比较，我没你那样的情怀，我就想过自己的小日子。我儿子的未来我说了算。好啊，你那么硬气，以后对外别说是我儿子。调回来是不可能的，北燕要训练他是他的福气，他以后如果想考军校，我不会拦。今晚这么热闹，啊！大哥，大嫂。
当初就安分留在知青点，不折腾了。我分装了很多，你吃一些。我想过好日子，小心思多，我没觉得有什么错。罗振军人品不错，以后就算我要回城，他也会尊重我的选择。你们心里看不起我，这我知道。白薇，谢谢。堂姐嫌弃我嫁给村里人，只送来5块钱打发我，反倒是之前被我算计的人，愿意来送我出嫁。村里可能会开农产品加工厂，会对外招工，到时你可以去应聘。想过好日子没错，但不能踩着别人往上爬，那是小人行为，自然不招人喜欢。没错，努力争取不可耻，但得光明对争的去争。谢谢你们。准备了2张书桌，看来罗同志很了解你，罗家人人品不错，即使对你有意见，也舍得花钱布置。他人很好，表嫂，你们一起上进，把日子过好了，我小姨不会为难你。祝你们婚后的生活和和美美的。谢谢表妹。小心！让你多管闲事！白知青本来是要嫁给我的，便宜了罗振军那个软蛋！呸！三娘子，你停手！那天我看到你耍流氓在先。我喝醉了。这位女知青，停！喝醉？喝醉你敢去打村支书吗？来这儿耍酒疯，不过是挑软柿子捏。我刚清醒了，我的手。罗叔，救我！这不是三栗子吗？满身酒气。呸！他祸害的姑娘还少吗？抹黑打宋知青，凭你哥的算什么本事？这种人不能留村里。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你自己说说怎么回事？我好好走路，他冲过来就打我。罗叔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你胡说，是你突然冲过来打我。我要报警，他打伤我了，要赔钱，不赔钱也行，嫁给我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！报警！她只是嫂子，这事儿得跟那边打声招呼，不用看我的面子，该怎么办怎么办。诬告军袭，谁给他的胆子？丰收的季节，连空气都是稻香味。已经有报社来村里采访了，他们出任务好几个月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可能有野猪，我们慢慢后退。他不是小孩，你没看出他很眼熟吗？像山洞里那个小孩特务侏儒。翻过这片山就到罗河村了，大家快点儿！塔四，他们认得你的脸，你服药再过去。放火烧棉花地后，立刻离开。有人！你先跑！他们怎么不追了？他们分头跑了。他们的目标是棉花地，烧棉花地。他们缺棉花，棉花除了做被子，还
还能做炮弹引线，这是军需品。嫂子，小北，刚才那群像小孩的特务，目标是棉花地。按原计划巡逻，其他人跟我走。什么？快带人把地里堆的棉花都拉走！怎么突然就把棉花装车了？接到通知了？没有，这些是军需品，以防万一。儿媳妇，你去找你婆婆，让她通知小队长都叫来，今天必须收完所有棉花。哎，好。找我婆婆，没时间多说了。白薇，你这么着急去哪儿？小姨夫，山上的特务都是小孩模样，最好派民兵巡逻，他们有枪。好。队长，他们就在半山腰种玉米，不怕咱们藏这儿搞偷袭？少说话，他们一向自大，难道你还要去提醒他们太蠢？一会儿钻车底，跟他们去营地。加尔首领，你们这片玉米地最好尽快砍光，否则我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。麦将军，您太紧张了，现在是在我的地盘，不会出事。果然，这个麦将军就坐在最后一辆车上。我已经安排了反击，不是只有他们华夏人会偷袭。反击？看来他们要对棉花地下手了。报告，路被堵了，我们得绕道。为什么换路线？不换就得在这儿等。麦将军，你得了战后恐惧症吧？难道他们还会躲在车底吗？钻进棉花地里放火，这是最好的方式。太冒险了，我们可能会被烧死在里面。行动！嫂子太冒险了，万一出事，我哥非打死我不可。你哥听谁的？当然是国家和你。那不就行了？他跟过来了，你躲好。你是什么人？哪家的孩子？你打不过我！跟我回歪国，保证让你吃香喝辣的。我是加尔首领的儿子。你真能带我去过好日子？当然，等我把小学那个姓苏的老师杀了，就带你走。不可能！你怎么知道我的腿是假肢？你不能杀我，不然会遭到加尔首领的疯狂报复。嫂子，跟我堂哥学的，废物利用。陆北风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在我眼皮子底下私自行动！团长，我错了。团长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队长，团长只说要作战书和军货，咱们把麦将军的营地炸了，会不会被处分？统一口径是我一个人干的。他怎么会准备这种药？好像料定我会用上。鬼地方，将军能早点回去就好了。麦将军，我的条件你考虑的怎么样？呵呵，怎么，麦将军以为我们会在水里下药？收队。M 国上将在 Y 国被神秘下药，导致瘫痪，双方合作彻底终止。苏芷同志吗？您的快件。哦，好。买断，想得美。您好，我是雅苑漫画社系主编。你好，我是清河。你们第3次加印的连环画上架了。是的，你对合同有异议，我们给的买断价是业界最高的。买断是不可能的，如果只能这样合作，那合同到期就终止吧。急什么？谅他几天，他会回来求我们的。苏小白，你是不是看不上我们末世的医学空间？专为外科医生准备的健身房，你都看都不看一眼。那些药不适合拿出来，现在谁敢找我做手术？哼，你就是看不上，不是我打击你。以你现在的身体，要是怀个5胞胎，你当我是猪吗？总之你要锻炼身体，不然体力跟不上。空间守则有1条，守护猫太胖会影响系统运行。跑吧你！女人，你惹毛我了！忙完了，正好吃饭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没叫我？刚回来，看你在忙，就下来做饭了。我一会儿还得回营地接受处罚，回来是跟你报个平安。你给的药我用了，没让别人知道。过2天我就回来，到时我们一起去看外公外婆。好，顺便去小姨夫家，表哥办酒席你没去，小姨夫一直念叨你。阿芷，还是你这儿清静。你陪战奶奶下棋，我不是她的对手。
昨天的事儿，我听我家老头子说了，你们好样的，就该打怕他们。要我说，就该发1枚导弹过去。现在不适合，憋屈也得憋着。你们跟家属院其他人不怎么来往，不怕被排挤、传谣言？融不进的团体不硬融，反正又不指望他们过日子。青秋丫头有空就来找我唠嗑、蹭饭也欢迎。偏心，我也要去蹭饭。好，好，都来，我退休金多。你说，镇上到底在想什么？对大家都有利的事儿，愣是卡着不批。小姨夫，问题可能不在办事员，而在镇长。他先是棉匣绸，再到梯田，现在是银耳厂，每一项都是你提出并做出了成果。镇上那位，心里怕是觉得你风头太盛，显得他无能了。他能有什么想法？我做这些都是为村民，为集体，连这点轻重都分不清，当什么领导？小姨夫，有些人身居高位后，会把权力误解成特权，看不得别人比他强，办实事不是他的目标，他只想着怎么保住自己的位置。我甚至怀疑，已经有人想让小姨夫卸任了。这银耳加工厂可能就是他们设下的一个局。罗支书，不好了，镇上领导来了，直接去加工厂那边了。什么？罗大壮呢？怎么还没到？啊！王镇长，您这次来是送批复文件吗？王镇长，您来了正好，我这有份文件等着您签字盖章呢。哼，罗村支书能耐大着呢，还需要我签字？我倒要问问这个加工厂是怎么回事，我可不记得批过。王镇长，我找过您很多次，您的秘书不是说您午睡，就是说您下村了。镇长，找到加工好的银耳罐，证据确凿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罗同志，你这是私下开厂，是资本主义行为。我要举报，罗支书包养亲戚。小学那个苏老师给的方法，他们都在搞资本主义，占集体便宜。王招娣，你别趁机报复。闭嘴！是不是事实？带回去审问就知道了。来人，把他带走。我犯什么法了？还想铐我？你宣传资本主义思想，就是大罪。王镇长好大的威风，这是要越过我这个局长直接抓人吗？市长？罗大壮认识市长？老罗，好久不见了。王镇长，怎么回事？到村里耍威风来了？县长，罗河村的问题我跟您反馈过的，罗大壮没获得审批，鼓动村民搞资本主义经营。他在这儿，培育银耳的方法就是他提供的。我们去村办公室聊聊，这位同志方便一起吗？当然方便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他犯了严重的思想错误。为集体谋福利跟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？最新的政策你不知道，还是明知故犯？还有你这2个秘书，是只为你一个人服务的吧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口号你喊得响亮，行动是一点没沾边儿。你的问题回去写报告交上来，带着你的人离开。老邓，这就是我跟你提的外甥女苏白芷。阿芷，这是邓市长。苏同志，咱们就当朋友聊天。你怎么看这次的事儿？或者说，你觉得村里办加工厂是资本主义行为吗？这不是给阿芷挖坑吗？什么主意都好，只要能引导国家向好的方向走，为何不可取其精华？现在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，在探索中求发展，没必要急着下定义，主方向齐就行。留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说得好。
好一个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其实这些都是后世实践出来的真理，华夏的国运挡也挡不住。老邓，今天晚了，我们明天再说吧。好，苏同志，改天我们再好好探讨这个问题。没事吧？你小姨夫有没有护着你？要是没有，你是不是准备回去拧他耳朵？他要是敢把你出卖了，我饶不了他。今天的事儿怎么还牵扯到阿芝了？你不会什么都跟那个老战友说了吧？你放心，这是好事儿。我这个老战友是跟陆家站一边的，过完年可能会有大变革。你呀，安分些吧。带头做改革，多是吃力不讨好的。枪打出头鸟，你还没体会够？我也不是阻止你，就是心疼你。唉，随你吧。什么是思想扎根泥土？今天阿芝跟我爸聊天，我总结的一句警示，意思就是时刻脚踏实地，心中有群众，有底线。我看的书还是太少了，有心帮忙却能力不足，必须要更努力才行。苏老师，你来了正好，第3节体育课你帮忙顶一下。好的。有家长投诉学校要开除罗老师。哦，听说他离婚了。今天我们玩个新游戏，接力跳长绳，大家两两辅对。接力跳长绳？对，2个人摇绳，其他人依次跳过去。嘿。苏老师，下次我们的体育老师换成你了吗？苏老师，我们下次跳皮筋吧。下次啊，不一定是我哦。不过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带你们一起跳皮筋好吗？白纸。啊？诶，身后那2位是前天和邓市长一起来的朋友。我爸妈过来了。啊，你爸妈？陆本营的父母地位居然这么高。阿芷，我能这么叫你吗？可以。听北燕说你想当医生，我准备了一些国外的医学杂志和书籍作为见面礼。谢谢阿姨，我很喜欢。北燕，这次我和你妈过来，其实是有件事要跟你说清楚。爸，您说。你回京市的调令，所有手续都已经办妥了，只要你点头，过几天就能走。回京市？这么突然？啊，我们确实是这么打算的，毕竟那对你的前途最好。但是看到你和阿芷在一起这么开心，我们突然觉得你的幸福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我们把选择权交给你自己，是回京市还是留在这里，你自己决定。爸妈，我哪儿也不去，阿芷在哪儿我就在哪儿，我要跟她永远在一起。叔叔阿姨，我在这里还有很多事要做，所以最近这2年我肯定还是会留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，不过嘛，我也有个条件。3年之内必须让我抱上孙子。没问题。
妈，您就放心吧。你答应的这么快有什么用？你都不问我的吗？我知道你肯定没意见。太好了！陆北燕，你干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